穿着黑丝性感职业装的女总裁从公司门口走了出来，我连忙微笑打开车门，把她小心扶到车上。我和总裁老婆隐婚3年，每天接送她上下班，风雨无阻。人们都以为我是想要勾引总裁的废物司机，但我从来不想和人解释什么。但是就在公司庆功宴上，总裁老婆却挽着男助理的手，把100亿项目的功劳全给了他。我解释，这个项目是我做的。他反手一杯红酒泼我脸上。闭嘴！你也配和阿泽比？滚出去，别丢我的脸！我抹了一把脸，当场签了离婚协议，连夜飞往瑞士总部。第2天，由于我离开后，核心代码被锁，公司系统全线瘫痪。他带着男助理冲进我的工位想骂人，却只看到桌上那本刺眼的离婚证。他崩溃大哭 ，HR 在一旁冷冷补刀：“顾总，您哭什么？您昨晚不是当众说根本不认识这个司机吗？”公司庆功晚会上，被泼在头上的酒液顺着我的额头滑落，黏腻又冰冷，视野被染成一片猩红。我能听到周围人压抑着的嗤笑声，每一道目光都像是一根滚烫的钢针扎进我的皮肤里。顾婉晴，我结婚3年的妻子，正用一种看垃圾般的眼神睥睨着我。她美丽依旧，高贵依旧，只是那份美丽和高贵此刻淬满了毒。她身边的林泽，那个年轻的男助理，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浅笑，眼中满是挑衅。陆慈，别给脸不要脸！顾婉晴的声音穿透嘈杂的宴会厅，清晰地刺入我的耳膜。今天是我们公司庆功的日子，是阿泽拿下100亿项目的大好日子。你一个司机在这里搅什么局？100亿项目，那是我耗费了无数个日夜，敲下数百万行代码才搭建起来的系统。林泽，他连最基础的架构都看不懂。我张了张嘴，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团浸满玻璃渣的棉花。那个项目……闭嘴！他厉声打断我，脸上浮现出极度的不耐与厌恶。你也配和阿泽比？滚出去！别在这里丢我的脸！丢他的脸？这3年来，我为他放弃了瑞士总部首席架构师的职位，甘心做一个司机，就是为了不丢他的脸。可到头来，我连呼吸都是一种错误。心脏某个地方好像有什么东西彻底碎掉了。我看着他，看了很久很久，直到他眼中闪过一丝慌乱，我才缓缓地笑了。我从口袋里掏出那份早已准备好的离婚协议，还有一支笔。顾婉晴签了它。我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到我自己都感到陌生。他愣住了，似乎没料到我会来这么一出。林泽在他耳边低语：“顾总，他这是在威胁你，不能让他得逞。”顾婉晴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陆慈，你敢威胁我？我没有回答，只是把协议和笔又往前递了递。周围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所有人都看着我们，等着看这场闹剧如何收场。顾婉晴胸口剧烈起伏着，最终她一把抢过协议，潦草地签下自己的名字。滚！她把协议狠狠砸在我脸上。我成全你，你现在就给我滚！我捡起那份对我而言如同解放令的纸，直角锋利，划破了我的手指。我没看他，也没看任何人。我转身，一步一步走出了这个金碧辉煌却令人作呕的宴会厅。身后的喧嚣与我再无关系。我回到那个所谓的家，用半小时收拾好我为数不多的行李。我走的时候，将那本崭新的离婚证端端正正地放在了我的工位上。那是公司配给总裁司机的角落，紧挨着茶水间，充满了咖啡渍和闲言碎语。然后我登上了飞往瑞士的航班。万米高空之上，我看着窗外漆黑的夜，手机连接上飞机 WiFi， 一条推送弹了出来。惊爆！顾氏集团系统全线瘫痪，股价开盘预计暴跌。我的手指在屏幕上轻轻划过，眼神没有一丝波澜。顾婉晴，游戏开始了。我抵达瑞士总部时，正是苏黎世的清晨，空气清新，带着一丝雪山的凉意。总部 CEO 亲自在机场迎接我，给了我一个热情的拥抱。陆，欢迎回家。我点点头，坐上前来接我的专车。车上，助理向我汇报着国内的情况。顾氏集团的系统在昨晚10点整，也就是您离职手续生效的那一刻，自动触发了尘埃协议，所有底层代码全部被锁定，任何外部访问都会被视为攻击。根据我们的评估，没有您的密钥，地球上没人能解开它。我喝了一口热咖啡，暖意流遍四肢。他们那边有什么动静？顾总命令技术部强行破解，导致部分外围数据损坏。现在整个公司已经停摆，每小时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3000万。股东们快把他的电话打爆了。助理的语气带着一丝幸灾乐祸。我脑海里浮现出顾婉晴那张因为愤怒而扭曲的脸，她现在应该很狼狈吧？她会想到是我吗？不，她不会。在她眼里，我只是一个靠她养活，连项目2个字都不配提的软饭男。她大概正带着林泽，气势汹汹地冲到我的工位，准备对我进行新一轮的羞辱。然后他会看到那本离婚证，不知道他会是什么表情。可惜我看不到了。手机震动了一下，是国内分公司 HR 总监张姐发来的消息，只有一张图片。图片上，顾婉晴瘫坐在我的工位旁，脸色惨白，双目无神。林泽站在一边，手足无措。他哭了，问你到底去了哪里。我扯了扯嘴角，回复了2个字：随他。然后我关掉了手机。接下来的24小时对顾婉晴来说会是地狱，她会动用所有关系，找来国内最顶尖的所谓黑客，那些人会对着我10年前写下的架构束手无策，然后开出一个天价，最后告诉他无能为力。他的父亲，那个势利眼的老头子，会打电话来骂他有眼无珠。
公司的董事会会像一群闻到血腥味的鲨鱼，将他撕扯得体无完肤。而林泽那个跳梁小丑会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我这个恶意报复的前夫身上，他会夸下海口，说自己能搞定一切，然后他会发现自己连服务器的后台都进不去。这一切我都预见到了，这是他欠我的，这是他用3年的鄙夷和最后那杯红酒换来的代价。总部会议室里，所有高管都已就位。陆，国内分公司发来最高级别的求助申请，你看。我打断他，批准。派谁去？我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衣服，目光扫过所有人。我亲自去。3天后，国内顾氏集团总部大楼下，气氛压抑得像暴风雨前的海面。顾婉晴带着公司所有高管排成2列，站在门口，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焦虑与期盼，他们像是在等待救世主。顾婉晴瘦了，也憔悴了，眼下的乌青浓重的连粉底都遮不住，她身上那件高定的套装也掩盖不了她此刻的狼狈。林泽站在她身后半步的位置，精心打理过的发型让他看起来人模狗样，他大概以为这是他在新领导面前表现自己的绝佳机会。一辆黑色的迈巴赫在所有人的注视下缓缓停在了公司门口，车牌是5个8，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连顾婉晴都下意识地挺直了腰背，脸上挤出了一丝僵硬的笑容。车门打开了，先下来的是一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他恭敬地拉开车门，然后一条包裹在手工定制西裤里的长腿迈了出来，锃亮的顶级皮鞋踩在地上发出沉稳的轻响，那声音像是踩在每个人的心跳上。当那个人完全走出车子，站直身体时，整个世界都安静了，时间仿佛在这一刻被按下了暂停键。顾婉晴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然后寸寸碎裂，变成了极致的错愕与不可置信。林泽的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眼珠子几乎要从眼眶里瞪出来。所有高管都像是被集体施了定身术，一个个呆若木鸡。是我，陆慈。我摘下了那副戴了3年的平光眼镜，露出了后面那双锐利如鹰的眼睛。我换上了一身剪裁得体的阿玛尼高定西装，头发也打理得一丝不苟。我不再是那个唯唯诺诺、眼神躲闪的司机陆慈，我是瑞士总部首席技术官陆慈。我的身后跟着一众总部派来的精英团队，他们每个人都气场强大，眼神冰冷。我甚至没有看顾婉晴一眼，我的目光越过她呆滞的脸，直接望向了公司那栋高耸的大楼。我回来了，拿回属于我的一切。就在气氛尴尬到极点的时候， HR 总监张姐从人群中走了出来，她脸上带着得体的微笑，向我微微鞠躬。陆总，欢迎您回来指导工作。这一声陆总像是一道惊雷，把所有人都劈醒了。我冲他微不可察的点了点头，然后我的目光终于落在了顾婉晴那张惨白如纸的脸上。我开口，声音里不带一丝温度，像是从冰川下刮过的寒风。顾总，带我去机房。机房里巨大的服务器嗡嗡作响，蓝色的指示灯悠悠地闪烁着，映着每个人紧张的脸。一群技术部的员工围在旁边，大气都不敢出。顾婉晴和林泽也跟了进来，像2个做错了事的学生。我松了松领带，坐在了主控台前。那张椅子3年来只有我有资格坐。我看着熟悉的界面，食指在键盘上落下，没有迟疑，没有停顿，指尖翻飞，快到只剩下一片残影。屏幕上无数行代码如瀑布般滚落，那些复杂的指令和符号在其他人眼中如同天书，但在我这里，他们就像是我的孩子，温顺且听话。滴一声轻响，整个机房的嗡鸣声在这一刻变得柔和而有序。所有红色警报灯全部熄灭，大屏幕上系统状态从 Locked 变成了 Running， 一切恢复了正常。从我坐下到系统恢复，总共用时3分钟。机房里先是死一般的寂静，然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和掌声。技术部的负责人激动的眼眶都红了。恢复了，真的恢复了！顾婉晴的身体晃了晃，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气，靠在墙上才能站稳。她看着我的背影，眼神复杂到了极点，有震惊，有悔恨，还有一丝她自己都未察觉的恐惧。就在这时，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响了起来，是林泽。他大概是极度的快要发疯了，忍不住阴阳怪气的开口：谁知道这是不是你早就留好的后门，故意演给我们看的？毕竟能这么快解开，除了设计者本人，还能有谁？他的话让机房里的欢呼声瞬间停了下来，不少人向我投来怀疑的目光。顾婉晴的眼神也闪烁起来。是啊，他怎么会这么厉害？他一个司机怎么可能懂这些？除非这一切都是他自导自演的阴谋。我笑了，笑声很轻，却带着无尽的嘲讽。我转过椅子，第一次正眼看他。你说的没错。我一句话让所有人都愣住了。我随手操作了几下，将主控台的操作日志投到了墙上的大屏幕上。系统之所以被锁定，是因为最高管理员权限被注销，触发了尘埃安全协议。这是为了防止商业间谍窃取核心数据所设下的最后一道防线。我的手指在屏幕上一点，而那个最高管理员的账户名叫 Lucy。 然后我调出了这个100亿项目的贡献记录。屏幕上密密麻麻的贡献列表，几乎每一个后面都跟着我的名字。陆慈 98.7%， 其他所有人 1.3%。
而在列表的最下方有一个名字，后面的贡献率是一个刺眼的0，林泽0%。我站起身，一步一步走到他面前，我比他高半个头，居高临下的看着他。林助理，你不是说100亿项目都是你的功劳吗？现在对着这些数据，给我解释一下。林泽的脸瞬间变得比死人还要难看，冷汗从他的额角滚滚而下。他张着嘴，喉咙里发出呵呵的声音，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在绝对的技术事实面前，任何谎言都苍白得像个笑话。整个机房落针可闻，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面如死灰的林泽身上。那些目光里有鄙夷，有愤怒，也有恍然大悟后的嘲弄。顾婉清的嘴唇在不停地颤抖，她看着大屏幕上的数据，仿佛全身的血液都被冻结了。她一手提拔的千里马，她当众维护的天才，原来只是一个无耻的窃贼，而他就是那个最愚蠢的伯乐。我收回视线，不再看林泽那个废物。我转向我的助理，声音冷硬如铁。我代表瑞士总部正式宣布解除林泽在顾氏集团的一切职务，立刻生效。同时，总部法务部将对其窃取商业成果、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保留追究其商业欺诈责任的权利。我的话如同法官的最终宣判。林泽双腿一软，直接瘫倒在了地上。他绝望地看向顾婉晴，伸出手，像是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顾总，救我！顾总！顾婉晴的身体剧烈的一震，他看着林泽，又看看我，嘴唇嗫嚅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救他？他拿什么救？他现在自身都难保。我走到顾婉晴面前，我们之间的距离不到半米，我能清晰地看到他瞳孔中的恐惧和慌乱。顾总，我开口，每一个字都像是一块冰。作为公司的 CEO， 识人不明，用人失察，给公司造成了近10亿的直接损失和不可估量的声誉损失，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我的质问像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他的心上。他那高傲的头颅终于在我面前缓缓地低了下去，他的声音带着压抑不住的哭腔。对不起，是我的错。我冷笑一声，道歉有用的话，还要董事会干什么？我不再理会他，转身面对所有人。总部的第2个决定，从即刻起，总部将派遣审计团队对国内分公司进行全面的财务和业务审计。在此期间，顾婉晴女士 CEO 的职务暂时终止，公司的一切事务由我全权接管。轰的一声，顾婉晴的脑子里好像有颗炸弹爆炸了，她猛地抬起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CEO 职务被终止了，她辛辛苦苦打拼下来的一切就这么被剥夺了。她的脸色在一瞬间变得惨白透明，彻底失去了所有血色。我欣赏着她绝望的表情，心中没有一丝怜悯，只有复仇的快感。我看了一眼手腕上百达翡丽的表，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散会。我留下这句话，转身就走。我的助理和团队紧随其后。我们从瘫倒在地的林泽身边走过，就像是跨过一堆垃圾。我们也从失魂落魄的顾婉晴身边走过，没有丝毫停留。机房里只留下他一个人站在原地，被全世界抛弃。我不知道顾婉晴是怎么离开公司的，我只知道从我接管公司的第1分钟起，他的世界就开始了全面的崩塌。他失魂落魄地回到那个曾经被他称为家的别墅，那里还残留着我生活过的痕迹，我用过的杯子，我看过的书，甚至是我亲手种在阳台上的那盆兰花。以前他从不踏足我的房间，嫌弃那里没有品味，现在他却像是疯了一样冲了进去。房间里整整一面墙的书柜装满了计算机专业领域的各种原版书籍，从代码大全到算法导论，每一本都有被反复翻阅的痕迹。书桌上摆放着几个奖杯， ACM 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全球总冠军，微软创新杯全球总决赛特等奖，每一个奖杯都代表着这个领域的至高荣誉。顾婉晴的手抚过那些冰冷的奖杯，身体抖得像秋风中的落叶。她现在才发现，她朝夕相处了3年的丈夫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而她又是多么的愚蠢和可笑。她的手机疯狂地响了起来，是她的父亲，公司的董事长。电话一接通，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痛骂。顾婉晴，你这个蠢货，你瞎了眼吗？你知道陆慈是谁吗？他是瑞士总部藏起来的王牌，是能改变世界的天才。你居然把他当成一个司机呼来喝去，还为了一个骗子把他赶走，我们顾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电话挂断，世界并没有安静下来。曾经那些对他阿谀奉承的商业伙伴，此刻都对他避而远之。各种解约函像雪片一样飞向他的邮箱，墙倒众人推，他成了整个行业的笑话。被保安像拖死狗一样赶出公司的林泽，更是把所有的怨恨都发泄在了他的身上。他用陌生号码打来电话，声音怨毒无比。顾婉晴，你这个贱人，都是你害我的。你当初要是早点开了陆慈，哪有今天的事？我不好过，你也别想好过。众叛亲离，顾婉晴一个人坐在空旷冰冷的客厅里，承受着这一切，悔恨的泪水终于决堤。他想起了很多事，想起我每天清晨为他准备好的早餐，想起雨夜里我背着崴了脚的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回家，想起他每一次无理取闹，我无声的妥协和包容，那些被他视作理所当然，
甚至嗤之以鼻的付出，此刻却像一把把尖刀，反复凌迟着他的心。他终于明白自己错的有多么离谱，他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丈夫，而是一个把他放在心尖上，爱了他整整3年的男人。他的手机屏幕上还存着我的号码，虽然那已经是一个空号。他颤抖着手给我发了一条信息：陆慈，我们还能回去吗？信息发出，后面跟着一个红色的感叹号。他被我拉黑了。那一刻，他心中刚刚燃起的最后一丝希望也彻底熄灭。黑暗中，他抱着膝盖，哭得像个被全世界遗弃的孩子。第二天，顾婉晴来公司找我了。她显然是精心打扮过的，化着精致的妆容，穿着得体的套裙，试图维持自己最后的体面。她在我办公室门口被我的新助理拦了下来。抱歉，顾女士，没有预约，陆总是不会见任何人的。新助理叫苏珊，是总部派来的，漂亮干练，说一口流利的中文。顾婉晴看着眼前这个比自己更年轻、更有气质的女人，眼中闪过一丝嫉妒和不甘。我是他的妻子，我找他有急事。他把妻子2个字咬得很重。苏珊脸上露出职业化的微笑。据我所知，您和陆总已经离婚了，您现在只是公司的前任 CEO。如果您是来办理离职交接的，请去人事部。顾婉晴的脸瞬间涨得通红，她大概从未受过这样的羞辱。她不顾阻拦，直接推开办公室的门，闯了进来。我正坐在办公桌后审阅着文件，看到她，我连眼皮都没抬一下。谁让你进来的？我的声音很冷。顾婉晴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她快步走到我面前，声音哽咽：陆慈，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昨天晚上我想了很多，都是我不好，是我鬼迷了心窍。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我们复婚，我们重新开始。她哭得梨花带雨，楚楚可怜。换做以前，我或许会心软，但现在我的心早已在那杯红酒泼下来的时候就死了。我静静地听着她的哭诉，像是在听一个与我无关的笑话。等她说完，我才缓缓抬起头。顾总，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你爱的从来不是我陆慈这个人，你爱的是我的价值。3年前，我的价值是一个能让你在家族里立足的废物丈夫，所以你选择了我。后来，我的价值是一个让你感到丢脸的司机，所以你鄙夷我，羞辱我。而现在，我的价值是瑞士总部的技术官，是能拯救你公司的救命稻草，所以你跑来求我复合。我的每一句话都像是一把刀，剥开他虚伪的深情，露出里面丑陋的算计。他的脸色变得越来越白。我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推到他面前。这是我们结婚前签的财产协议，上面写得很清楚，我陆慈自愿放弃所有婚内财产，我对你的钱、你的公司没有半分兴趣。我站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他。我早就给过你机会，是你自己亲手把它扔掉的，现在游戏结束了。顾婉晴彻底崩溃了，她看着我冰冷决绝的眼神，终于明白一切都无法挽回了。我的心已经被他伤透，再也捂不热了。苏珊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份行程表，她看都没看顾婉晴一眼，径直对我汇报道：陆总，10分钟后是和欧洲区的视频会议。然后他才转向顾婉晴，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语气礼貌而疏远。顾女士，陆总很忙，请您不要打扰他工作。顾婉晴看着苏珊和我之间那种默契的氛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挫败。她输了，输得一败涂地。最终，她被闻讯赶来的保安请出了我的办公室。我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看着她踉踉跄跄离去的背影，眼神没有一丝波动，迟来的深情比草都贱。顾婉晴的父母是在第2天找上门来的，他们提着大包小包的贵重礼品，脸上堆满了谄媚的笑容。和我3年前第一次见他们时，那副高高在上、充满审视和不屑的嘴脸判若两人。陆慈啊，不应该叫陆总。顾婉晴的母亲，那个曾经用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来形容我的女人，此刻正亲热的想拉我的手，我不动声色的避开了。以前都是误会，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婉晴那孩子就是被我们宠坏了，其实她心里是有你的。你们年轻人床头吵架床尾和，哪有什么隔夜仇呢？是啊是啊，我们顾家可就认你这一个女婿。我懒得跟他们废话，我直接让助理苏珊接待他们，我甚至没有亲自露面。苏珊将他们请到了会客室，然后拿出了一份文件。2位，这是陆总让我转交给你们的。顾家父母疑惑地打开文件，那是一份资金流水单，上面清清楚楚地记录着过去3年我以匿名的形式为顾家填补的各种商业亏空和投资失败的窟窿，每一次都在他们最危急的时候注入一笔救命的资金，总金额高达数亿。顾家父母看着那长长的流水单和最后那个天文数字，眼珠子都直了。
他们的手开始发抖，冷汗浸湿了后背。他们这才明白，原来这3年来，他们引以为傲的顾氏集团一直在靠着这个他们最看不起的软饭男的血在活着。他们一家人就像是趴在他身上的吸血虫。苏珊看着他们震惊到失语的表情，用平淡的语气补上了最后一刀。陆总说，这些钱就当是给顾婉晴女士的离婚补偿了。从此以后，你们2家再无瓜葛，两不相欠。轰！顾家父母的脑袋里像是炸开了一样，羞愧、难堪，还有巨大的恐惧，瞬间将他们淹没。他们还想再说什么，想再求情，苏珊却又拿出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另外，陆总已经通过2级市场完成了对2位在公司所有股份的收购。从法律意义上来说，顾氏集团现在已经和顾家没有任何关系了。这下他们连最后的筹码都没有了，顾家彻底出局。我不知道他们最后是怎么离开的，我只知道从那天起，顾家这2个字就彻底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了，了断了这一切。我感觉前所未有的轻松。审计团队的效率很高，很快他们就从公司的账目里挖出了林泽的犯罪证据。这个家伙不仅窃取我的功劳，还利用职务之便大肆收受供应商的回扣，甚至将公司未公开的商业机密出卖给竞争对手，每一条都足以让他把牢底坐穿。我没有丝毫犹豫，直接让法务部报了警。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林泽是在机场被捕的，他正准备卷款潜逃。警察从他的住所搜出了大量的现金和伪造的护照，人赃并获。作为公司的前任 CEO， 顾婉晴也被依法传唤，配合调查。虽然他没有直接参与，但用人失察的责任，他是无论如何也推卸不掉的。这件事很快就成了业内最大的新闻。天之娇女的美女总裁和她一手提拔的商业奇才，双双身陷囹圄。他们之间那些不清不楚的绯闻，也被媒体添油加醋的大肆报道。顾婉晴从云端的女神，彻底沦为了整个行业的笑话和污点，名誉扫地。在审讯室里，林泽为了减刑，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到了顾婉晴的身上。他声称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受了顾婉晴的指使，是他为了讨好她才不得已为之。2个人在警察面前狗咬狗，丑态百出，撕下了最后一丝伪装。最终，林泽因商业欺诈、职务侵占、泄露商业秘密等多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他的人生彻底毁了。而顾婉晴虽然没有刑事责任，但她的商业生涯也到此为止了，再也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敢用一个有过如此巨大污点的管理者。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正在签署一份新的项目企划书，我的内心毫无波澜。对这些垃圾的最好处理方式，就是把它们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永不翻身。公司的审计和整顿持续了1个月，尘埃落定，董事会召开了全体会议，正式罢免了顾婉晴的一切职务。同时，由于他在任期间的重大管理失误，给公司造成了巨额损失，他需要为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他名下的房产、豪车、股票全部被冻结变卖，用来偿还公司的债务。一夜之间，他从亿万富豪变成了一个负债累累的普通人。他从云端的山顶别墅搬到了一个破旧的城中村出租屋里，那是一个我从未想象过他会去的地方。他最后一次来找我，是在一个下着小雨的傍晚。他没有打伞，浑身都湿透了，头发凌乱地贴在脸上，看起来憔悴又狼狈。他没有再求我复合，也没有哭闹，他只是站在公司的楼下，静静地看着我。我下楼的时候，他拦住了我的去路。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他的声音沙哑得厉害。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我看着他，沉默了很久。雨水顺着他的脸颊滑落，分不清是雨还是泪。最终，我开口了：爱过。他的眼睛里瞬间亮起了一丝光，但我接下来的话又将那丝光彻底掐灭。在我给你做的每一顿饭里，在你生病时我通宵的每一次照顾里，在你每一次无理取闹后我的每一次妥协里，我的爱都在那些你看不起的细节里，可惜你一次都没有看见过。我说完，转过身向我的车走去。苏珊为我撑开了伞，我再也没有回头。我听到身后传来了她压抑不住的撕心裂肺的哭声。她终于知道她失去的究竟是什么了，但一切都太晚了。回到车上，我拿出手机，删除了与她有关的所有联系方式，清空了相册里唯一一张我们的合影。从此，顾婉晴这3个字在我的人生里彻底画上了句号。我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在我接手公司后，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我砍掉了所有不盈利的边缘业务，将所有资源都集中在核心技术的研发上。我凭借着超前的技术眼光和对市场的精准判断，带领团队推出了一款划时代的人工智能产品。产品一上市就引爆了整个科技圈，公司的股价在短短3个月内飙升了10倍，市值
突破了1000亿大关。我提拔了像张姐这样有能力、人品好的老员工进入了核心管理层，整个公司一扫过去的暮气沉沉，变得充满了活力和希望。我接受了全球顶级财经杂志的专访，我的照片登上了那一期的封面，标题是新时代的开启者。我成了全球知名的青年企业家、科技新贵。在公司新的庆功宴上，我站在台上举起酒杯，台下是所有员工崇拜和敬佩的目光。苏珊站在我身边，她已经升任公司的副总裁。我们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我的眼中再也没有了过去的隐忍和阴霾，只有自信、坚定和璀璨的光芒。我终于活成了我自己真正想要的样子。至于那些过去的恩怨，那些曾经伤害过我的人，对我来说已经渺小得如同一粒尘埃，我甚至都懒得再去想起他们。1年后，我和苏珊在米兰出差，谈成了一笔重要的合作。我们在一家街角的咖啡馆休息，阳光正好透过玻璃窗洒进来，暖洋洋的。我端起咖啡，无意间向窗外一瞥，目光却在对面的一家廉价快餐厅定格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在费力地擦着桌子，是顾婉晴。她穿着一身不合身的廉价工作服，脸上满是被生活搓磨后的疲惫和麻木。一个肥胖的客人正指着她的鼻子大声呵斥着什么，她只是不断地弯腰道歉，姿态卑微到了尘埃里。她似乎也感觉到了我的注视，下意识地抬起头，我们的目光在空中交汇了。我看到她眼中闪过一丝极其复杂的情绪，有震惊，有羞愧，有悔恨，还有一丝不敢奢望的期盼。然后她就像一只受惊的兔子，迅速地低下了头，用头发遮住了自己的脸。我只是平静地看了那一眼，便收回了目光，心中没有泛起一丝涟漪，就像是看到一个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苏珊顺着我的视线看过去，有些好奇地问我：认识的人吗？我摇了摇头，端起咖啡，对她露出一个轻风的微笑。不认识，一个路人而已。我们继续谈笑着，讨论着公司未来的蓝图和下一个季度的计划。阳光照在我的脸上，温暖而明亮。咖啡馆里悠扬的音乐声中，我听到顾婉晴压抑的啜泣声从隔壁传来。她终于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是一生，而我的人生早已和她行驶在2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上，过去的一切都已烟消云散。